当地时间8号至9号，中美新任气候特使在华盛顿举行了为期2天的会议，双方承诺就甲烷减排等议题展开合作。外界评价，在中美贸易关系紧张的背景下，两国达成此项共识实属不易。不过，另一方面，为促成美国制造业回流，美方仍继续打着所谓产能过剩的幌子，企图遏制打压中国绿色产业。矛盾姿态背后暴露出美方的什么心态呢？据中国生态环境部消息，当地时间8号至9号，中美在华盛顿召开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会议。会议由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明和美国总统国际气候政策高级顾问约翰·波德斯塔共同主持，两国相关官员参会。根据双方会后发布的消息稿，中美围绕能源转型、甲烷和其他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循环经济和资源效率、毁林等领域开展深入讨论。本次会议达成的一大共识是，中美承诺就甲烷减排展开合作。甲烷是全球第2大温室气体，一般在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以及农业生产过程中排出，温室效应远大于二氧化碳，但在大气层中停留的时间要短暂一些。根据美方10号发表的一份会议纪要，美中两国还计划在今年11月举行的 COP29 期间举办第2届甲烷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峰会。需要指出的是，这次会议是落实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共识的最新举措。去年11月，中美两国元首在旧金山举行会晤后不久，双方宣布同意恢复双边气候合作工作组，并在今年1月举行启动会。在相关甲烷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双方达成一系列的共识，现在看起来是比较确定的事情。而在共识形成之后，彼此在具体的政策行动中间如何进一步的协调，我相信应该是接下来彼此要谈论的这种主题。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会议是刘振明与波德斯塔今年1月履新以来首次面对面会谈，也是自去年底在迪拜举行 COP28 后，中美在气候问题上进行的最高级别交流。今年1月，外交部原副部长刘振明接任谢振华，正式出任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出任气候特使前，刘振明还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一职，有长期在美工作经验。同月，波德斯塔接替约翰·克里出任白宫国际气候政策高级顾问。此前，波德斯塔曾在3届美国民主党政府中担任重要角色。他擅长危机公关，曾因协助克林顿处理与实习生莱温斯基的白宫拉链门性丑闻而在美国家喻户晓。但鲜有人知的是，从克林顿时期起，波德斯塔就协助美国政府处理各项环境政策，并作为美国进步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和气候工程基金会的董事会主席，倡导气候行动。观察认为，两人都是资深外交官，在气候和环境问题上有长期工作经验，这对两国延续气变合作大有助益。深圳卫视注意到，刘振明此行率团赴美长达10天，除了与波德斯塔会谈外，还将与联合国有关方面以及美方有关地方政府和智库等就应对气候变化等议题进行交流。在美期间，刘振明还接受了美国彭博社专访。I shall bring a delegation from different ministries looking after different issues. I think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have a very sincere and practical conversation with our U.S. counterparts. 刘振明在采访中也评价了与波德斯塔的合作关系。How do you se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y've had a changing of the guard as well, Mr. Podesta? How do you see that relationship build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e had relatively good cooperation ever since the last 30 years for the climate change process. Of course, over the 30 years, during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and dur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U.S. stayed away from the climate process. But on the rest of the years,We had very good collaboration. 波德斯塔10号在接受媒体书面采访时，用深入和实质性来评价此次对话。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分析指出，中美在当前的政治关系下能够取得合作很不容易，这样的合作一旦进入实质性阶段，将对两国今后合作持续性产生积极的影响。
近段时间以来，气候问题一直被视为稳定和巩固中美关系的重要抓手。去年11月，在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前夕，中美发布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对双边气候外交发挥了巨大推动作用，形成了研讨框架。此后，在 COP28 期间，两国又进一步制定了一项在关键气候议题上开展合作的计划。但必须指出的是，中美气候合作的小气候与中美关系的大气候密不可分。2021年9月，外交部长王毅就曾告诫来华参加中美气变磋商的时任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美方希望气变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绿洲，但如绿洲周围都是荒漠，绿洲迟早会被沙化。遗憾的是，在这次中美气候会谈时，美方依然夹带私货，再次炒作所谓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议题，把气候谈判作为对华施压的工具。外界注意到，就在会谈次日，不少美媒放风称，拜登政府最快下周2宣布对华加征关税，涉电动汽车、电池和光伏等关键领域，其中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的关税增加3倍，升至100%。有熟悉此次中美气候会谈的中国学者撰文指出，针对美部分政客炒作的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议题，本次会谈明确释放了搁置争议、互相尊重的信号。面对国际气候治理和产业转型的巨大需求，中国的新能源产能绝非过剩，反而是急缺。刘振明在接受美媒采访时也直言，中美关系十分复杂，气变合作不可能脱离中美关系的大环境，美方应与中方相向而行。If the Western countries continue to insist to decouple from the imports of the China products for clean energy, it will cost the world for maybe additional $6 trillion. It means a 20% increase of the overall cost. We need to maintain the low cost. Otherwise, nobody's going to afford for this.Energy transition process. 实际上，美方的对抗性举措自损800，实属不智。美分析师、行业工会等警告，华盛顿挑起的所谓竞争，不仅将反伤美国经济，还可能招致中国反击。If the barriers go up, if the wall gets a little bit higher for Chinese players, do the Chinese do the same thing to US players? That's the worry, right? I mean, the retaliatory is the last thing that you need, because the reality is, given the prices of the Chinese EVs and what I've seen firsthand, it would be very tough from a competition perspective.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告诉深圳卫视记者，美国特别是民主党政府当前在对外政策中展现出混乱，一方面将应对气变视作其政策核心议题，一方面又没有放弃以气变议题来限制中国发展权利的意图，反映出的依然是美国优先的霸权心态。新能源汽车本就是一个中美双方更有效的交流合作、更针对性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极佳议题，但是美方毫无疑问把它当作成了一个国内政治中捞取选举优势的一个议题，所以美方它的整体的对华政策受到美国国内不健康的政治因素的影响，这对中美关系而言是不利的。坦率地说，这对美国自身产业的更新换代迅速的完成也是不利的，损人不利己的这样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今年11月，美国将举行总统选举。除了拜登，另一位有力候选人特朗普是气候变化怀疑论者。他在执政期间一度要求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引起全球哗然。外界也担心，如果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将受到更大影响。中方则表示，不论由谁执政，中方都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立场与态度，为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正面影响。What happens if Donald Trump is re-elected? What's your view? That's one of the worry in this climate change community. I definitely hope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will support the government to stay in the climate change process, stay in the Paris Agreement, even Trump wins the next election. 近日，一段由无人机拍摄的日本准航母出云号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日本方面经过调查表示，视频应该不是人工合成，确由无人机拍摄。防卫相承认遭遇重大军事情侦事故。
这则在网上流传的视频总共19秒，可以看到镜头从出云号的甲板上掠过，全程畅通无阻。视频早在3月就在网络上公开。日本起初怀疑影片可能是由人工智能技术生成，但日本防卫省在分析了舰身形状、甲板上的编号以及建筑物阴影、树木、海浪等周边情况后，认定无人机从上空飞过实際拍摄的可能性较高。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忍10号表示，将严肃对待调查结果。防衛関係施設に対してドローンにより危害が加えられた場合、我が国の防衛に重大な支障を生じさせかねないことから、防衛省自衛隊としては今回の分析結果を極めて深刻に受け止めています。对于无人机如何能够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飞越出云号，木原忍以安全原因为由拒绝评论。但他强调，需要应对无人机和其他无人驾驶载具的快速技术进步，以及加强军事基地周围的防御。出云号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大的核心舰艇，可载隐形战斗机，被视作准航母。目前，出云号正在横须贺基地进行第2次升级改造工程。值得注意的是，横须贺基地是驻日美国海军司令部所在地，作为美国第7舰队的据点，这里是美国国土以外唯一一处具有航空母舰母港机能的港口，而且横须贺具有非常强大的维修舰船能力。如果横须贺基地无法使用，美军必须花费半个至1个月的时间移动到夏威夷珍珠港甚至美国本土才可修理舰艇。当前，美国核动力航母里根号就在横须贺港检修，疑似也遭到了无人机拍摄。社交媒体 X 上流传的视频显示，里根号甲板上杂物堆积，其中还有不少线圈，疑似在更换老旧的线路。此外，甲板上还有至少6人正在进行一些除锈工作。日本共同社指，根据日本的无人机规制法，卫星许可不得在横须贺空军基地附近，包括码头飞行无人机。报道还指出，自卫队会对无人机进行监测，如果认为无人机未经许可飞行，就会对其进行干扰或捕获。但网上流传的2段视频显示，无人机与航母之间的距离非常近，且并未受到太多干扰。日本舆论对此深感震惊。有学者称，如果无人机搭载炸弹或其他武器对舰艇发动攻击，后果不堪设想。这次拍摄行动也说明呢，目前日本的造船厂对各种无人机的发现概率相对较低，而且出云号凭借舰载武器装备，也没有办法对各类无人机的侦察行动，包括所谓带引号的观光行动进行制止，也说明目前在低空对于各类无人机的防御行动是全球难题。自杀式无人机作为一种新型武器，具有速度快、难以追踪等特点。所谓自杀式，就是把自身当作武器对敌方目标进行打击，基本上是一种游荡式弹药。自杀式无人机可以精准打击敌方的防空雷达系统、装甲纵队、火炮阵地、弹药补给运输车队，甚至可以攻击停在机场的战机。由于造价低廉，又不会造成己方飞行人员的损失，无人机已经开始逐渐取代传统空对地支援火力中各种类型战机的角色，成为十分有效的精准打击武器。在红海，也门胡塞武装也多次使用无人设备攻击美国舰艇，美军曾多次发布公告称进行了有效防卫。不过，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发文披露，美军几乎在用高射炮打蚊子，每一次打击都毫无性价比可言。胡塞武装使用的自杀式无人机成本最低不过$2000，但美军用以拦截的标准2导弹造价则高达210万美元。而且，美国海军经常要使用2枚标准2来击毁一架无人机。海军作战部长也在国会听证会时承认，护航行动展开以来，相关军备烧钱已达10亿美元。为了应对装备白菜化导致的攻击能力严重不对称，美军也正另辟蹊径。一方面，美国正努力开创廉价武器的新赛道，包括研制为捷达姆112卫星制导滑翔炸弹加装简单喷气式发动机的减配式巡航导弹，价格十分低廉。此外，美国陆军在位于俄克拉荷马州的希尔堡美军基地设立了一所新的学校，专门培养官兵应对小型武器化无人机威胁。美国在去年10月就开启了这个庞大计划，预计每年训练1000名士兵使用反无人机防御系统。据悉，美国军方已经有10多个反无人机系统投入使用，可以快速识别无人机并展开追踪和打击。Whereas the smart shooter utilizes the 5.56 round, this is known as an electronic attack system. So the soldier is taking this here and they're pointing in the general direction of the target that they see. And then the soldier will place it in operation, utilize various jamming means to interdict that target. 距离台湾地区领导人权力交接不到10天，赖清德所谓就职仪式也成为岛内舆论焦点。目前，中国国民党全体民代确定不会出席，
就职仪式还未举办，赖清德就遭遇冷遇。后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即将于5月20号宣布就职。民进党方面称，就职仪式以及晚宴的邀请函目前陆续送达中国国民党、民众党及其他相关人士手中。但台媒爆料称，中国国民党全体民代确定不会出席。中国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洪孟凯解释称，520是星期一，立法机构有会议要进行。既然身为民意代表，在立法机构做相关公务比什么都重要。不仅如此，在台北、新北、桃园、台中、高雄、台南市长中，仅民进党籍台南市长黄伟哲及国民党籍台中市长卢秀燕确定出席，其他4人均暂未同意出席。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市政建设如火如荼进行中，其公务行程繁忙。高雄市长陈其迈也以公务为由拒绝。台北市长蒋万安则称有收到邀请函，但由于当天另有市政行程，不能参加。你有没有接到520就职典礼的邀请？有，我们办公室有收到。有收到，那你会去参加吗？我当天不会。当天不会去参加，因为有别的行程。有相关市政的行程。中国国民党籍民代李彦秀此前就曾直言，绿营应当认清楚，赖清德是双少数，不仅是名义上的少数，也是立法机构的少数，所以民进党更应释放出更多善意，诚恳做沟通。观察至，之所以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是民进党当局咎由自取。岛内资深媒体人罗有志表示，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决定不出席赖清德的就职仪式是恰如其分。他直言，此举是给民进党执政8年来的傲慢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自蔡英文上台执政以来，民进党上下就将当初竞选时的诸多改革标语彻底变成了空心口号。岛内最新民调显示，高达46%的受访民众对蔡英文8年来的施政表现不满，其中最不满意的3项分别为司法改革、经济发展及两岸关系，被台媒形容为他留给继任者赖清德的3大烫手山芋。眼看就职仪式在岛内遇冷，赖清德又将希望寄托到所谓的友台势力上。日前，台湾地区所谓在日代表谢长廷高调宣称，有37名日本国会议员预定出席赖清德的就职仪式。尽管民进党当局在此过程中不断卖力吆喝，成员中包含多名具有担任阁员经验的访宾，人数创下新高，但有岛内人士发现，这份名单中只有边缘人士。中国国民党籍前民代蔡正元直言，赖清德此前一直强调所谓与日本关系良好，结果真到需要日本撑场子的时候，对方却只派来几个名不见经传的议员，就把赖清德打发了。由此可见，台独精孙已经没有什么面子可言。你有什么面子可言？对，那你这些政党的这些领导人没有一个来，大大小小的政党没有一个人来。赖清德今年的规模和层级均有所降低，可能仅有负责与台湾地区交流的窗口单位官员以及国会的相关议员参与。值得注意的是，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昭惠也在受邀名单中。规模是明显的是有所降低的啊，那么也是层级也是有所降低，但是我们需要去提防的是，它有可能会通过这种所谓的视频的方式啊、通话的方式，等等啊，来去进行这种擦边球式的这样一个突破啊，或者说是在这方面去做一些新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台媒透露，赖清德就职演说内容方向已经定稿，外界高度关注其涉两岸表述。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呼吁赖清德不要说一套做一套，盼其就任后能够在两岸观光有善意的回应。